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钟郑元畅，欢迎来到郑元畅之不专业厨房的专业厨房系列。我们今天邀请到就是放眼演艺圈厨艺堪称 No.1， 他当第二没人敢称第一的海峰。我这样来叫他阿基师怎么办？来上人节目我压力很大对啊，而且我也觉得你很有种怎么样？就是你今天是来宣传你的新书，这是食谱是食谱啊。你不怕来我的节目以后就是不是，而且我怕你的厨艺生涯就整个就不会，因为我怕我不符合你节目的要求，因为你节目都是找不专业的人来，但我都太专业，我不好意思。我也有请过一些专业的人，谁？比如说像徐伟宁啊。徐伟宁很会。哇，都烧焦了呢！对啊，徐伟宁的食谱书还是我主持的嘞。好久以前有没有10年前？我们现在这样叙旧，可能就没办法。好可怕！没关系，要来聊天是不是？等一下拿酒来。我没想到郑元畅会有这个节目，好像以前都是我访问他，现在换他访问我。我刚刚其实也有在想，对呀，就是突然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。以前都是海芬在访问我，然后今天是换我来好好的访问你一下，还是我们今天不要煮饭，然后我们今天就聊天就好了。我觉得很好，因为反正我都有带我的卤肉来了，不然我们就先吃我必须要说你这一锅，为什么我会说海芬放眼演艺圈，他的厨艺非常的厉害，是因为我吃过他的卤味鸡脚。你应该这个没有吃过，因为我这个没有拿出去过。没有吗？那个九令演唱会，卤味跟红烧肉是完全不同的味道，所以我这本书里面介绍的是这个红烧肉。这个是红烧肉，然后我之前在演唱会吃的是，对，是鸡脚的那个，不一样。想问你为什么要出这本书啊？其实我出这本书不是你该不会把你的鸡脚配方放在这书里面？就是要留一手，这种配方给别人知道还得了？我不是要留一手，我是讲认真的。第一个是这个书，其实在2019年就已经写好的。就已经决定好那40道的料理是什么。那其实怎么样？我要不要把卤肉拿出来？我冷场了，你是专业主持人，你帮我接话啦。我今天是主持人，来宾吗？但因为我真心觉得你的那个鸡脚真的配方不可以外流，那个要当你的祖传秘方，然后传到你的下一代、下一代再下一代。还有下一代吗？你怎么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这一集节目顺便来帮你征婚。我没有要结婚啊，我只是想生小孩而已。我也没有结。不知道我很困扰。然后你知道光棍节，我这本书的是就是今天发行，今天是11月11号，然后我就双11是要购物，不是？现在没有人在记得光棍节了吧？我之前就是那时候出这本书的时候，我就跟出版社说，我希望在11月11号的时候出这本书，原因是因为我希望就是如果你今天是光棍，你一个人吃饭觉得很孤单的，这本书带回去的时候可以让打不开的。打得开，只是因为我今天换了一个开瓶器，它就是一个好看不好用的开瓶器。我不是在批评它，这是粉丝送我的，真的很可爱，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喜欢大象，所以他们送了一个对大象的开瓶器。但是这我的手镯就是有点亏北亏啦。好，然后所以我就说我希望看这本书的单身光棍们，就是一个人想要做料理给自己吃的时候，不会有那种孤单的感觉。我们会不会光开这个酒就差不多1个小时就？祝你生日快乐！先送你。你就，而且你为什么要用这样的包装？我觉得这样的包装非常特别。你不觉得很怀旧跟古早味吗？对啊，而且这个非常方便，就是你看丢到水槽，你看都不会湿还是赶快擦一下。我什么东西都用夹链袋装。所以现在那个外面的书迷也是买到这样的版本。没有啦，他们是封膜的啦。我觉得你可以考虑看看，下次跟出版社建议，就是买一本书送一个夹链袋。很烦其实我也喜欢用夹链袋，因为我去外地拍戏啊，我什么里里扣扣，全部都一包一包都。可我跟你讲，夹链袋不能带去溯溪哦，因为我之前以为夹链袋东西放在里面可以防水，没有。然后它还是水压会冲进来，然后那个什么那个叫充电器什么都湿。你是跟依晨去溯溪哦？对。结果后来我跟他溯溪没有约成。我们就约你
啊，看你怎么瘦。但他上次回我说，现在天气转凉了，枯水期好像是枯水期。我们可以去做别的啊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对，哦，林依晨很会做哦。多会做。我上次讲说林依晨很会吸。那个叫素吸。对，素吸。来跟大家教学一下那个字念塑胶的塑。对。然后我这里面还有就是书里面的插画是我画的，然后我还特别画了一些这个明信片。那为什么会要做成明信片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说里面的其实每个都是情书，它其实就是希望你把这个食谱，你想要做给对方吃的那个人，或者是你想跟他一起吃这道料理的人，就是明信片寄给他。对，不管是你的情人啊、朋友啊，把情感寄托在食物里面。对啊。所以我们吃下了你的卤蛋，就代表我接受了你的情感。哟，好害羞，我吃我很少看人家表演卤蛋吃一整颗，因为我不咬一半。怎么样？我看我从认识郑元照，我现在认他快18年了哦。有，你是看着我长大的。对我的蛋黄，我的黄。我从以前看他吃饭，我就觉得为什么东西在他嘴巴里面可以这么好吃？他吃什么都一口，他鸡脚也是，人家鸡脚是一根一根指头，没有，他整个含进去，然后再把它拉出来。然后他说：“你看都不要咬。”我说：“哦，好。”啊，你今天没带鸡脚，要不然我就可以表演，就是这样抓着那个鸡脚，不是这样爪子，然后抓着这里，然后我就从这边，然后出来，然后出来一根，然后再慢慢吐前面的指甲，这样，不是指甲，是指节。指节，好酷哦！所以我们今天到底要不要做菜？我不知道，我看你啊，我都可以，因为反正我带菜来。我们已经认识18年了，我对你最有印象的就是在娱乐新闻，那时候海芬就叫饭团。对，我那是一颗饭团。然后你在节目里面是用变音处理吗？我自己变。我觉得那时候其实这个很好笑，因为那个时候我本来只是去代班，对啊，然后代班带到最后就变每天去。他们本来是要让大明星去当那个变身的人，后来发现大明星来去太就是速度太快，或者是人家时间如果赶通告来不及。你也当过我们的主播，不是很多来宾迟到，我还代班很多集，而且你知道那种 live 的节目很恐怖，就是下一个那个节目来宾还没来，然后自己要想话题，然后他们就会全场就看着我就这样子 OK， 我立刻写白板告诉他们什么发生什么事情，什么事情。超慌张的，超恐怖的。但我觉得有那种现场的那种 live 的主持经验，其实蛮好玩，而且你久了以后，你就会希望其实是做 live， 因为结束就结束了，没有回去还做后置，累，还这么预录，真的，还是来我们来不好意思再来一次。对呀，我们今天这样录影要录到3个小时，然后结果播出才10分钟而已。不会，我们今天很快，我们今天就是播多长拍多长播多长。我拍多长？你要这样？我最喜欢你这种迅速做菜迅速。因为我的做菜真的菜太快了，我没有在那边哈，谢谢。干了，按照我们本节目的传统，第一杯就是干杯。但我知道有干杯吗？林依晨有干杯？当然有啊。他也是干杯？林依晨有吧？没有啦，林依晨是慢慢的。你都知道喷我的蛋黄，你刚刚喷完蛋黄喷的这一杯，我第一杯干我可以啦，但后面有可能不行。我们先好。接下来要跟大家报告一下今天的游戏规则。今天就是我会做一道料理，你做一道料理，然后你在旁边指导我。好。你做料理的时候，我也会在旁边指导你。要指导我什么？指导你喝酒。我跟你聊天啊，但不得不说你的那个卤肉真的是 very good。我跟你讲，它弄在面上面、弄在饭上面都很好。因为你知道，你的那个肉肥跟瘦啊。它就是现在看起来是分开，但是你放到嘴巴里面，它就是肥跟瘦的都化在一起，就好加。那我先说我要做的料理是什么？我要做的料理叫做玫瑰千层猪肉锅，而且我在口里哭。真的假的？我认真说。好，来。你知道眼睛有点红。来，整场都给你录。猪肉锅，我先开始。你需要先洗一洗，所有东西都要洗一洗，不洗不能吃啊。你不知道？你们都不洗的？洗啊！哦，你不知道我们的节目洗菜是怎么洗的吗？怎么洗？就开水这样上去。对。可是这样洗菜是这样子。对吧？对啊。你看，还有人说洗菜洗的不干净。可是你的鹅啊不可以用水这样冲哦，因为它的鹅啊的那个鲜味其实就在它那包水里面。拿一个食谱。我还需要看食谱哦。所以你是嫌我这个玫瑰千层猪肉锅的食谱就是很 easy， 没有？我现在可以跟大家讲说，如果你今天是单身的人自己住的话，那所以我不要丢，你很爱丢东西耶！你是飞盘社的人是不是？今天
就让你自由发挥玫瑰千层猪肉锅。玫瑰今天就让你自由发挥。好，来，第一个步骤是什么？第一个步骤呢，居然没有要切，是不是？连肉都要我自己切啊？是这样？我以为是去买好的，切好的。都是要自己。OK。需要刀子吗？不然我会用咬的。我现在怎么那么腿，然后腿现在超软。我觉得你现在来，那你先坐着好了。可是我已经够矮了，我再坐还，小军你看得到我吗？没有，海芬，我觉得你现在的状态很好。我觉得因为你平常给人家的印象就是太专业，太那种伶牙俐齿的感觉，你现在有点好呆的样子，非常的美。说不定我告诉你，说你今天这一集节目出去以后，你可能就找到你的人生第二，不是，什么第二？不是，最新的希望就对，新的希望。孩子的爸，然后喝醉以后跟你告白，爱你真相，娶我，神经病。好，我们的梅锅第一个步骤是什么？梅锅，第一个是把那个五花肉切成片，因为它其实说成很漂亮的玫瑰花的概念，它其实就是一层大白菜，然后一层那个五花肉，然后把它叠起来，铺成一个玫瑰花的感觉。就这样，就这样，然后再把它煮熟就好。对，那蛮简单的。很简单啊，超简单啊。那我们现在先切五花肉。肉需要洗吗？不好意思，我问一些很不专业的问题。因为我有问过老板，老板说冲一下就好，但是绞肉不要洗啊，小朋友，绞肉你洗了就会发现 no 素就没了。还是我们以后来做私厨好了，还是我在你的那个店里面。我们就推出私厨，专门给我店里面没有厨房，没有啊，就外送啊。就你自己在外面租一个中央厨房。对啊。但是现在还蛮多，你要不要做那种冷冻食品啊？我之前呢，我一直很排斥，因为我会觉得这有食安的问题。对，然后就反正有很多专业的厂商嘛，他就来问我想要做这件事，我有点心动，但是我心动的不是要做冷冻食品这件事，我想要把它做成一个好玩的一个想法。你是不是有生意头脑？你听听看。我想要把它做成就是有点像是巡回演唱会的概念。然后我就说，如果真的我想要做这个，我就专门否那种孤单，就是我孤单不是指单身哦，因为有时候即使是有家庭的人，他可能老公边切边刮洗干呐。我这个很快，我跟你说。然后呢？你不要切到手啊！我知道。然后就是，比如说在那个里面，我们还有就是专门唱一些老的情歌，这种概念，我唱啊，然后再找几个，你们不要小看我，还给我哭嘞，他真的很无聊。你知道我们去看杨丞琳演唱会的时候，他坐我旁边，然后我超怕，他超害怕，他说你要唱歌哦。惊慌个什么东西啊？不是，因为就是丞琳有一个环节，就是在就是介绍他的那个就是好朋友们有来看演唱会，然后只是在那个环节之前呢，然后他就叫杨丞琳我爱你，然后他就说这是海芬的声音，不好就本来要跟你对话，然后说这一趴还没到，我就误以为是下一趴是他要叫你上去唱歌之类，笑死了，然后他超紧张。你要待会上课啊？没有，我紧张有什么东西？你在怕什么？我在怕你 cue 我上去，就害怕你上去的时候，然后顺便也把一只手也把我拉上去。好笑。我们待会再稍微腌一下。你的那个白菜可不可以帮我冲一下？好，没问题。你不要给我扒烂哦。不会。然后还没讲完，然后呢，我们会找几个就是想要唱歌的人，然后我们就提供吃的。然后酒水这样，这是我想要跟那个厂商提看看这个 idea， 他们会不会愿意？然后整场表演就是你在唱而已。不是我，还找很多人啊。就是比如说，就是因为我希望的就比如说有些孤单的女生，她可能礼拜五下班，她没地方去，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就可以你来唱歌，你来聊天。那不就是卡拉 OK？那时候我就跟你不要跟我马虎讲的是这种啊，我们这个是你可以弄得很高级的感觉，高级的卡拉 OK 啊。你不要瞧不起卡拉 OK， 卡拉 OK 很好玩。你说心里不是这样的那个光吗？
还是我把那个场景租下来？新竹那个是酒店，可以啊，把它弄成酒店。那我们需要有人陪酒。你啊，好笑哦。好，我把这个肉先腌一腌。不是，你要跟观众讲说，心如不是开酒店，心如他现在在演的一部戏叫《华灯初上》，对，然后它里面是在讲80年代日式酒店的妈妈桑跟小姐们的爱恨情仇。是的，然后它里面的酒店叫光。对，我现在呢，在这个猪肉里面先加一点米酒去一个腥味，大概就是这样，很简单的。其实我觉得。吃东西这件事情，它其实没有对错，你只要它就是主观的喜欢跟不喜欢，你喜欢了就是对的，你不喜欢就什么都不对，就跟喜欢一个人一样的意思。我那个白菜洗的不错吧？很漂亮哦，对哦。好，为了是玫瑰锅的感觉，所以我选一个玫瑰色。玫瑰色。那它其实真的很简单，它就是一层白菜。然后你就铺上那个猪肉片，就这样，一点都不难。然后你就再铺上一层猪肉片，它就是交叠，就是这样，非常的简单。然后其实，在锅里面先铺一点白菜垫底。这样就会更漂亮喽。然后我们就把这个铺边边，玫瑰锅的概念。然后，如果其实你这个锅啊，你还可以弄得更丰盛一点的话，你还可以再加很多的那个料进去。有，那主厨，请问这个姜蒜是要？这就最后再加就可以了。哦。因为它其实我们没有煸炒里面的肉，除非你今天要煸炒，不然其实都最后汤加进去之后，跟着那个蒜啊姜一起熬就可以了。煎鱼粉也都是后面加。对，煎鱼粉那些都是调高汤的味道的时候要用。哦，你记得你退伍回来的那个见面会也是我主持的。我有很多重要人生演艺生涯重要的都是我，都是你。你们都在我的手上。你知道我的发面记者会，签唱会也是我。你知道我印象太深刻，在元气。对。然后你知道我从那个后台要上去，紧张到歪掉哎。我跟他讲话，他都呈现一个啊，他说在怕什么啦？我跟他讲话都呈现一种恍神。东西回忆，真的，所以我在书里面，那我写给你那本书，我有特别说，就是希望我们以后老的时候创造那么多回忆，真的老了以后啊，就大家在，其实我们现在已经都在做这些事啊，回忆从前的那种感觉。我们要我们在回忆从前的同时，要共同创造未来。我里面就这样写，你打开看。真假的？真的。天哪，我们也太有默契了吧？是不是？还是写在哪里？第一页，还是我们老的时候我们俩一起过算了。我不会孤老终生哦。谢谢哦。我也没说我会啊。你看狗都叫，狗都生气。算我们也认识了快20年了耶，经历了多少难忘的回忆。超级喜欢你的义气、大方和善良，希望我们能再累积更多好玩的故事。老的时候吃你的拿手菜，对，边大笑着聊过往，是不是？你比较有那个啦。比较有作者的感觉，比较文笔比较好。没有，不要这样说。而且记得以前我在当那个饭团的时候，然后大家过来都要过来我的那个位置上试那只麦克风，然后说：“哎，麦克风没有变音啊！”我说：“对啊，因为是我自己变的。”你现在可以用一下饭团的声音吗？可以啊。大家好，我是饭团。哦，真的耶！这是小时候。大家好，我是饭团。我一直以为那个是经过变音处理。没有。大家好，我是饭团。大家好，我是饭团。那你今天整集节目就用这个话？我不要，我喉咙很痛，很伤喉咙哦。对啊，那好伤喉咙，那讲完喉咙都哑了。我完全没有在逼海芬喝酒哦。你写一下，没有，我来用啊。我打开，小心！你一拿走，它整个爆炸。对啊，
被鹅啊喷，还不错啊，还不错，会切菜还不错啊。人是会成长的，总不能从就是第1集到现在人都不会进步吧？我看过你成长，你找一个那个炒菜的那个平底锅的那个煎锅上。为什么？要煎啊，煎啊！我以为你要叫我平底锅。你好可爱。我觉得我今天怎么完全变笨了的感觉。